俄烏戰爭打了那麼久了，為什麼有那麼多國家要援助烏克蘭呢？為什麼俄羅斯只有一個孤僻落後的朝鮮願意幫忙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一下最近英國人在烏克蘭做的一件反常的事情。以前他們援助烏克蘭大多是把庫房裡的老舊裝備翻出來洗洗乾淨送過去，比如那款快退役的挑戰者2坦克，或者是庫存裡躺了10幾年的风暴陰影。但這次英國通過法案，要為烏克蘭專門定制一款飞彈。有觀眾會說，給烏克蘭定制裝備的多了去了，比如美國的 GLSDB 小型炸彈，比利時的 FZ275 反無人火箭等。英國定制有什麼奇怪的？請各位觀眾注意，其他國家說是定制，其實就是自己的装備稍微改改，甚至是阉割一下送到烏克蘭，只是叫法好听。但是英國最近啟動的夜幕專案，是全球首次專為烏克蘭從零全新研發的戰術導彈。請注意關鍵詞：從零開始研發。這意味着這款導彈將完全適配烏克蘭。更恐怖的是，飛彈的射程要超過500公里，戰鬥部200公斤。如果你打開地圖，以烏克蘭邊境為圓心畫個圓，500公里的半徑剛好能把莫斯科蓋在裡面，這就很有意思了。英國人為什麼要放着現成的风暴陰影不給，非要花大價錢，在一個戰火連天的環境下，為一個並非北約成員的國家從零開始量產一款先進導彈？這聽起來像是在雪中送炭，但真有這麼好心？我們不得不懷疑，英國這到底是真心實意的在幫烏克蘭收復失地，還是另有所圖呢？這筆長達500公里的快遞訂單到底寄往何處？而訂單背後的真正受益人真的是烏克蘭嗎？關於夜幕計劃，現在國際輿論場上最大的爭議點其實不是導彈準不準，而是英國人在這場交易中到底扮演的是什麼角色？這有2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第一個問題，烏克蘭是不是正在變成歐洲的武器試驗場？這可能是評論區最容易吵起來的話題。我們可以復盤一下過去2年的節奏。美國的海馬斯火了，德國的 IRST 防空系統賣爆了，英國的風暴陰影成了遠程精準打擊的標杆。這些武器在去烏克蘭之前，大多只在沙漠或者模擬環境裡打過靶，沒人知道他們在面對高強度的電子戰時會有什麼表現。但現在，全世界的軍火商都在盯着烏克蘭。對於英國軍工企業來說，夜幕專案就是最新的一款試驗品。如果這款導彈能頂着俄軍的電子干擾，穩穩地落在預定目標上，那麼2027年以後，英國在全球軍火市場上就能拿着這份實戰成績單，理直氣壯地開出天價。支持者會說這叫互惠互利，但質疑者可能會覺得，這讓戰爭的性質發生了一點微妙的偏移。武器不再僅僅是終結戰爭的工具，而成了工廠裡迭代更新的電子產品。第二個問題，歐洲是不是準備跳過美國自己單幹了？夜幕專案出現的時間點非常敏感。以前烏克蘭想要遠程火力，只能去請美國人給幾枚庫存的 ATACMS 導彈，但美國人給的摳摳嗖嗖，一會兒擔心局勢升級，一會兒說庫存不夠。歐洲人看明白了，指望別人家的倉庫終究是有上限的。尤其是英國，作為歐洲的帶頭大哥之一，他們越來越擔心未來的不確定性。如果某一天美國把注意力從歐洲轉向其他地方，歐洲拿什麼來維持威慑力？夜幕專案不僅是一枚導彈，它是歐洲嘗試戰略自主的一個信號。英國不再試圖去搬運美國的二手貨，而是開始建設一套完全屬於歐洲且具備實戰驗證的導彈體系。這就像是一個一直在租房子住的人，突然決定自己買地蓋房了。雖然現在只蓋了個地基，但它的意義在於它不再受房東的約束了。所以你看，這80萬英鎊一枚的導彈，裡面裝的可不只是炸藥，還有英國人对於未來10年地緣政治的精明算計。那麼這款被英國寄予厚望，甚至不惜冒着風險去研發的夜幕計劃，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它真的能像宣傳中說的那樣，造得又便宜又好用嗎？英國為什麼一改國際常態，要從零開始為烏克蘭研發呢？這背後是英國軍情部分一個非常隱秘的預測。還記得俄烏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嗎？戰場剛剛開打，歐盟籌集5億歐元援助資金。要知道，這個是歐盟出的錢，不包括每個國家單獨援助資金。比如德國，戰爭前，德國連向烏克蘭提供武器都非常謹慎。結果在戰爭剛開打的時候，德國總理宣布時代轉折政策，德國迅速批准向烏克蘭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500枚防空導彈，並額外設立1000億歐元國防特別基金。這個決定在當時震動整個歐洲。據不完全統計，歐洲各國在開始的1個月援助烏克蘭的裝備有上萬件反坦克武器、數十萬噸彈藥，還有各種軍需用品。發現了嗎？戰爭最開始援助烏克蘭的目的是讓烏克蘭活下去。隨着澤倫斯基越戰越勇，戰爭目的也從活下去變成了如何取得勝利。
時間到了2026年，英國做出了基于对俄未来战況預判的決定，那就是夜幕專案。前面我們提到，雖說是大幅縮減了研制時間，但是就算再快也得1-2年。如果未來1-2年俄烏戰爭能夠結束，那麼英國這項專案將毫無意義。還有一點不要忘了，飛彈是為烏克蘭研制，研發經費是英國自己出，但是後期的採購是要實打實的要出錢。所以在英方视角中，研发成功後，烏克蘭至少會用上一段時間給英國回點血。根據以上信息，我們可以推斷出，英國情報部門對俄烏戰爭的判斷是，未來2-3年內戰爭不會結束，雙方將會持續拉鋸。火力軍認為，即使算上人口基數、經濟體量和戰略性武器的差距，戰略上烏克蘭已經贏了太多了。而俄羅斯會陷入兩難，想贏就必須動用核武或者其他殺傷性武器，但這樣的勝利會被全人類釘在恥辱柱上，會失去所有的國際地位，雖然現在也所剩無幾。投降或者打贏澤倫斯基的條件，說實際的5常之一，無論是被烏克蘭打投降還是接受和談條件，俄羅斯必定會淪為末流國家。所以未來極有可能如同英國情報部分預測的一樣，將會是持續低烈度的戰爭。讓我們把視線回到夜幕專案。夜幕計劃最值得聊的點就是它完全不是庫存，也不是什麼縫縫補補又3年的退役裝備，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全新定制款。以前是英國人手裡有什麼，烏克蘭人就拿什麼，現在變成了烏克蘭戰場缺什麼，英國人就當場研發什麼，這在國際援助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那這個方案到底如何呢？我們看幾個硬指標。首先是射程，英國給夜幕計劃設定的門檻是500公里以上。500公里是個什麼概念？如果我們把發射車停在烏克蘭哈爾科夫附近的林子裡，它的打擊範圍不僅能覆蓋整個頓巴斯，還能往北直接摸到俄羅斯境內的深度腹地。這就是大家最關注的那個點。在理論上，這個距離是能夠覆蓋莫斯科的。在很多軍事博主和分析師的地圖上，這一圈紅色已經畫了很多遍了。雖然英國在口頭上一直在強調這些武器是用來防禦和收復失地的，但當這樣一款具備機動發射能力、射程直抵對手心臟的武器交付時，它所產生的威慑力絕不是幾門榴彈炮能比的。其次是它的戰鬥部和機動性，200公斤的戰鬥部在彈道導彈家族裡其實算個小個子。要知道，美國的 ATACMS 或者俄羅斯的伊斯坎德爾戰鬥部通常都在500公斤上下，但英國人算得很精，在現代戰場上，與其追求一發炸掉一整座大樓，不如追求夠快、夠準、夠靈活。200公斤的藥量配合高精度的制導系統，精準點名一座指揮所、一個雷達站或者一個彈藥庫，完全足夠了。更重要的是，戰鬥部小了，導彈的體積就小，它甚至可以用普通的重型卡車，甚至集裝箱車進行裝載。這就是所謂的機動發射，打一發換一個地方，讓對方的衛星和無人機根本抓不住它的尾巴。最後也是最讓財務頭疼的一點，它的價格。英國國防部給這個項目提了一個極其苛刻的要求，單枚導彈的造價不能超過80萬英鎊。我們對比一下，一枚風暴陰影巡航導彈造價在200萬英鎊以上，美國的一枚戰斧導彈根據批次不同，也得要200萬美金左右。英國人現在要把射程500公里的彈道導彈壓到80万英鎊，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英國人已經看透了未來戰爭的本質，戰爭拼的不只是誰的科技更玄學，更是誰能把導彈造得像無人機一樣便宜。如果你的一枚導彈賣200萬，對方用100萬塊錢的防空導彈攔掉你，你很快就會破產。但如果你的導彈只要80萬，甚至未來規模化生產後只要50萬，那你就可以像撒豆成兵一樣，用密集的火力去填滿對方的雷達屏幕。這種成本導向型的武器研發，其實是英國在嘗試一種全新的戰爭賬本。所以你看，這個夜幕計劃，它其實很像是一款專門為了性價比而生的戰場收割機。它不要昂貴的流線型外殼，不要複雜到沒必要的各種傳感器，它只要能跑過500公里，然後穩穩地砸在目標頭上。既然英國已經開始在搞高性價比定制版彈道導彈了，那麼一直作為帶頭大哥的美國，還有那些一直在後方默默出錢出力的歐洲國家，他們現在又在忙活什麼呢？這場針對烏克蘭的全球團購背後的真實分工到底是什麼樣的？聊完了夜幕計劃這個單品，看看整張戰場的供貨清单。很多人看新聞，今天美國送了防空系統，明天德國送了坦克，感覺像是大家在湊份子，誰家有啥就拿啥。但如果你從商業邏輯去看，你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亂湊，而是一條分工極其明確，甚至高效的有點冷酷的工業流水線。在這張分工表裡，每個大玩家拿出的劇本都不一樣。首先，美國扮演的是規則制定者，或者說是這個局的首席技術官。美國送東西有個特點，他們不輕易出手，但只要出手就是為了改變戰場規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馬斯。在海馬斯去烏克蘭之前，大家打的是傳統的炮戰，看誰炮管子多，看誰力气大。海馬斯一到，規則变了，变成了精準切除。緊接着，愛國者系統負責封鎖天空， ATACMS 負責敲碎对方的後勤節點。美國的角色是確保烏克蘭手裡始終有那麼1-2件代差武器，讓對手即便兵力再多，也无法形成壓倒性的優勢。美國是在用技術手段維持戰場的平衡。而我們今天的主角英国扮演的是遠程打擊專家和規則試探者。英國人很有意思，他们在体量上比不過美國，但是在打破禁忌这件事上总是跑在最前面。当初大家都在犹豫要不要送反坦克导彈时，英國第一个送了 NLAW。 大家都在纠結要不要送主战坦克时，英國第一個送了挑戰者2。大家擔心送遠程導彈會引發不可控後果時，英國第一個把風暴陰影掛在了烏克蘭的戰機上。現在的夜幕計劃也是這個邏輯。英國的分工非常明確，我就負責提供那些讓你打得遠、打得疼、打得準的精密工具。剩下的歐洲老牌強國，比如德國、法國、波蘭，他們負責的是這個戰場的生命體徵和持續供血。比如說美國和英國提供的是手術刀，那德法波這些國家提供的就是輸血帶和防護服。德國的豹2坦克、IRST 防空系統，法國的凱撒自走炮，這些東西是烏克蘭防線的骨架。更關鍵的是，全歐洲現在都在瘋狂開工生產炮彈。你可能覺得炮彈這玩意兒沒啥科技含量，但在高強度的消耗戰裡，炮彈就是這個戰場的工業糧食。沒有歐洲在後勤、裝甲車輛和基礎彈藥上的持續投入，前線那些高精尖武器很快就會變成一次性的藝術品。這種分工非常有默契，美國定基調，英國搞突破，全歐洲保下限。這時候你可能會問，這幫人圖啥呢？你要說單純為了國際道義，這話在國際政治裡恐怕連3歲小孩都騙不了。研發一個夜幕計劃要花錢，生產幾百萬發炮彈要花錢，維持烏克蘭的財政運轉更要花錢。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這些精明的政治家和軍火商，難道真的只是在發慈悲嗎？在這筆看似純虧損的援助賬單後面，其實藏着一個讓所有軍工巨頭都垂涎3尺的秘密。大家之所以願意持續不斷地把最新的科技往這個火坑裡扔，除了明面上的地緣政治考慮，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這個戰場正在給他們提供一種在實驗室裡永遠買不到的稀缺資源。這種資源到底是什麼？它又是如何讓英國夜幕計劃這樣的項目在短短1年內就從圖紙變成實物的？很多人問，這仗打到現在，西方國家已經往裡填了上千億美金了，這筆錢要是拿回來搞基建、搞福利，那得造福多少人？為什麼這幫精明的政治家和軍火商至今都沒有表現出想撤攤子的意思？甚至像英國這種不僅送舊的，還有專門為烏克蘭研發全新的夜幕計劃，這背後的動力到底是什麼？我們可以把這種動機像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剝開。最外面那一層是大家都能在電視上看到的國際法和道義。畢竟一個主權國家遭到入侵，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出錢出力幫人守住家門，這是站在道德高點上的。這層理由雖然聽起來有點偽光正，但它是所有行動的合法性基礎。沒有這層外衣，後續所有的商業和軍事動作都沒法開展。往裡包第2層是冷酷的地緣政治算計。對於歐洲國家，尤其是波蘭、波羅的海3小國或者英國來說，在烏克蘭削弱對手，總比以後在自家門口直接面對對手要划算得多。在英國人的賬本裡，花個幾千萬英鎊搞個導彈研發，如果能讓對方的戰略布局向後退個幾百公里，這筆投資的盈利率簡直比買比特幣還高。但最核心也是最讓軍工大佬們興奮的第3層，其實是全球最頂級的武器實戰試驗場。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在實驗室裡模擬1萬次，也不如在真實的戰場上打1次。以前像雷神、洛克希德馬丁或者是英國的 BAE 系統公司，他們研發一款武器最大的難題不是技術，而是沒有合適的對手。在演習中打標靶那是買家秀，在複雜的電磁干擾、泥濘的壕溝環境以及對方極其強悍的防空網面前打實戰，那才是真正的賣家秀。你看海馬斯和愛國者系統，在去烏克蘭之前，愛國者系統在沙特攔截過一些土制火箭彈，口碑還算一般。但自從他在基輔上空攔截了對方引以為傲的高超音速導彈後，愛國者的訂單瞬間就排到了10年後。這種廣告效應，你花多少錢在巴黎航展搞宣傳都換不來。再看英國的風暴陰影，他在演習中表現很好，但只有在烏克蘭，他才真正證明了自己能穿透由 S-400 組成的密集防空網，精準地砸在對方的指揮中樞或者黑海艦隊的頭頂。這些實戰產生的反饋數據，對於英國的工程師來說就是金子。現在的夜幕計劃導彈其實就是這種邏輯的進化版。英國人不再滿足於拿老裝備去測試，他們要拿半成品去迭代。
在烏克蘭戰場上，有一群全世界最專業也是最拼命的首席測試員。導彈飛出去沒擊中目標，沒關係，烏克蘭的技術人員會立刻通過衛星電路把數據傳回倫敦。是因為 GPS 被干擾了，還是末端的紅外導引頭沒分清熱源，或者是飛行的彈道太絲板被攔截了？倫敦的工程師收到反饋，連夜改代碼，下個月送過去的第二批彈藥就已經修補了這個 bug。這種前線打仗後台改代碼的實時迭代能力，是任何一個沒有戰爭的國家夢寐以求的。所以，為什麼大家願意援助？因為在這個戰場上，每一發炮彈的轟鳴，其實都是在幫背後的軍工巨頭進行產品升級。支持者會覺得這讓烏克蘭拿到了更有競爭力的武器，是救命的恩情，但批評者則會冷冷地指出，這種行為其實是把戰爭變成了一場巨大的帶血的技術進步。但這又帶來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如果夜幕計劃真的是在通過這種方式進行野蠻生長，那麼它最終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怪物？當這款導彈最快在2027年形成戰鬥力時，它改變的僅僅是烏克蘭的防線，還是會徹底改寫整個歐洲的防務規則？這個夜幕降臨後，世界會變成什麼樣？我們聊了這麼多，最後得落到那個最核心的終局思路上來。夜幕計劃一旦落地，意味着什麼？首先，我們得看一個時間表。按照英國目前的規劃，這款導彈最快也要到2027年才能形成規模化的戰鬥力。除了前面我們提到的，這是英國情報機關對未來局勢的預測外，這同時也說明了，是歐洲導彈體系可能正在去美國化。大家發現沒有？以前歐洲國家一提到遠程導彈，腦子裡第一個閃現的就是戰斧或者 ATACMS。但現在，英國通過夜幕計劃證明了一件事：只要思路對，歐洲自己也能造出這種便宜、好用且具備實戰驗證的戰略級單品。如果未來夜幕計劃量產了，單價只要80萬英鎊，那波蘭、捷克、波羅的海國家還會去排隊買美國那昂貴且受限的子彈嗎？這可能會在歐洲內部建立起一套完全屬於自己的、以實戰數據為核心的導彈供應鏈。還有就是原屋模式的徹底升級。以前我們管原屋叫送東西，是把自家的庫存搬到別人家裡，但夜幕計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共同建設能力。英國不只是送你一枚導彈，而是根據你的戰場需求為你研發一款導彈，甚至可能在未來授權你在當地進行組裝和維護。這種模式的變化意味着未來幾年，烏克蘭將不再只是一個被動接受物資的終端，它正在變成一個深度參與全球軍工研發體系的樞紐。第三個改變是未來戰爭的性價比革命。夜幕計劃給所有軍火商提了個醒，那種造價上千萬美元、像藝術品一樣的導彈，已經不適合未來的高強度消耗戰了。未來的戰爭拼的是誰的產量更高，誰的迭代更快，誰的單枚成本更低。如果夜幕計劃成功了，它會成為一個模板，以後大家研發武器可能都會問一句：這玩意兒能不能做得像夜幕一樣便宜？但是我們必須拋出一個最終的懸念：當這架射程500公里的快遞投送機真正出現在東歐平原上，當它理論上可以覆蓋莫斯科的消息從紙面變成現實，這到底是和平的砝碼，還是加速滑向深淵的推手？對於烏克蘭來說，這可能是他夢寐以求的威懾工具；對於英國來說，這是他重塑歐洲霸權、測試未來科技的絕佳機會。但對於這個世界來說，這種基於實戰測試和定制研發的戰爭模式，是否正在讓衝突變得更加難以終結？當援助從送庫存變成了聯合研發，當戰爭本身成了一款武器的真機測試，我們到底是離和平更近了，還是在為一個更加冷酷、更加數字化的戰爭時代拉開序幕？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好了，關於今天英國夜幕計劃的故事就聊到這裡。你認為這款單價80萬英鎊、射程500公里的導彈，真的能成為改變局勢的夜幕嗎？還是說，這只是軍火商們又一場昂貴的實驗？如果你喜歡這種從商業和邏輯視角拆解戰爭的方式，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火力軍，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